老天大概知道我从小吃不了苦，便直接把软饭甩到了我脸上。失业宅家的我只是无聊翻着微博，就被一条相亲帖深深吸引。江湖救急，谁和我结婚，我直接给你转账。我毫不犹豫的直接发去私信：美女你好，结婚找我，我超甜。发完私信的困得实在睁不开眼，直接躺下准备睡觉。可就在这时，手机传来了一阵悦耳的声音，惊得我直接起身翻看手机。我靠，搞真的啊！看着转账消息，下面还有一条备注：钱给你了，就不能后悔了。还有，明早9点民政局见。转账人虽然没有显示全名，但看到名字的2个字，我就知道这人是谁。难以置信的我抬手就是一巴掌，一股痛感袭击过来。我去，这不是做梦。明早9点民政局见。我生怕他反悔，便立即回复：放心，苏总，我明早一定准时到。你叫我什么？对方一连发了好几个问号，我试探性打出了老婆这2个字。虽然是江湖救急，但是你也要表现的专业点。好，我现在正式宣布，咱们为期半年的婚约开始。为期半年，也就是说半年每个月都有软饭金，太爽了！看完消息的我直接煮了一桶豪华版泡面。虽然是穷人乍富，我可没有打算报复性消费。第二天一早，我麻利的吃完早餐，就奔着民政局过去，守着苏总裁的到来。早上9点，一辆豪车奔着这边过来。这就是传说当中的有钱又有颜还有身材，真不知道谁有福气能娶到这样的女人。不对，好像我就是那个有福气的人。这种事情真是做梦都能笑醒。进去领证。他见到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4个字。好，一切听您安排。麻溜的跟着苏念和进入民政局领证。出来后，苏念和对我说道：领证结束，咱们现在可以出去大吃一顿庆祝一下。你请客？我请客。怎么，让你请你老婆吃顿饭是一件什么很难的事情吗？他用大美眸盯着我。当然没有任何问题。我立即回道：你想吃什么？我们现在过去。苏念和盯着我。我想想。他一副认真的模样。我想到了，上车。我快速上了苏念和的车，几乎没有1秒钟的耽搁。我知道这些女总裁都喜欢执行力又快又强的男人，谁知道我刚上了车，苏念和的声音响起：老公，你是想让我给你当司机吗？这一声老公的声音叫得有些甜的发腻，我浑身都止不住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不敢，不敢。不过这样的豪车我没开过，万一撞坏了可不好。苏念和将钥匙甩给我：随便开，撞坏了不用你赔。有了这话，直接一脚油门离开了民政局，最后停在了一家面馆。随后苏念和拉着我的手进入面馆。老板，要2碗20块钱的面。一顿面吃完，我在错愕当中付钱，真是没想到百亿身家的女总裁也吃20块钱的面条。她拿过纸巾擦了擦嘴巴：我要去公司了，你先去家里住着，晚上等我回家。没等我回答，她继续说道：家里地址和密码我已经发你了，你自己过去就可以。她丢下这句话，大步往外走去。我按照苏念和说的地址，我来到了一处别墅。不得不说，富人区居住的环境真是太好了。进入别墅，宽敞的空间，豪华的装修，都不是我蜗居的出租房能比的。欢迎顾先生回家。一位保姆，一位司机，2人很快自我介绍。顾先生，您需要用车随时联系我。顾先生，你想吃什么？随时安排我。面对2人的热情，我还真是有些不习惯。对了，顾先生，苏总给你准备 PS 游戏，这边还有游戏房，这边则是休息的卧室。保姆开始给我介绍了起来。完事后，我对他说道：你们先去忙吧，我休息会。2人离开，我快速的进入了游戏房。一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，就在我以为苏念和要下班之际，我忽然收到了一条消息：今晚加班，我不回来了，你自己安排时间。我看到这条消息，心想苏念和作为女强人可真是太忙。接下来的第2天，苏念和告诉我她去出差了，大概过了1星期她才回来。而这1星期，我过得简直是美滋滋。没事的时候就看看支付宝冰冷的20万。可就在这天下午，苏念和发来消息：晚上我爸妈他们过来，你安排一下晚上用餐。给有钱人安排晚餐，我可没什么经验。苏总，你看你父母喜欢哪家餐厅，我马上去安排。叫我什么？老婆。我迅速发出去2个字：这就对了。到时候可别穿帮，他们喜欢的餐厅和菜品我已经发你手机上，我可能会晚点到时候你先帮我接待一下。我心里止不住有些发虚，但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。我快速奔往一家中式餐厅，我订好包厢后，按照苏念和的安排到门口等待。傍晚6点半左右，一辆商务车在餐厅门口停了下来，车上下来了4人。苏念和给我看过照片，我一眼就认了出来，正是苏念和的爸妈和爷爷奶奶。我马不停蹄上前：叔叔阿姨、爷爷奶奶你们好，念和让我在这里等你们用餐的。我脸上浮现尴尬之色。小顾，你叫我们什么？爸妈、爷爷奶奶。我硬着头皮喊道：这就对了，小顾，以后咱们都是一家人，不用拘谨。我引着几人进入了包厢，拿出了菜单给他们。爷爷奶奶、爸妈，你们看看想吃什么？几人接过菜单，开始看了起来。小顾，念念和你在一起没欺负你吧？没有。我连忙摆手：你们现在结婚，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？念念有时候脾气不太好，你可得包容包容。正在我实在有些招架不住时，苏念和从包厢外面进来。你们终于来了，我可想死你们了。吃饭时，苏念和妈妈突然又说道：念念，你平时工作忙是忙，但生孩子的事情也不要忘记，你和小顾也得抓紧点。妈，
你放心，这件事在我这里是头等大事，我一定会安排好的。苏念和爷爷奶奶也要开口说话，却被苏念和抢先一步。爷爷奶奶，你们也把心放到肚子里，等明年你们一定可以抱着我的孩子去打太极。傻丫头，抱着孩子怎么打太极？苏念和爸笑着道。那好，我明年可等着抱孙子。苏念和说完话就挽住我的手。我和顾深一定会将这件事作为我们人生头等大事对待。几人迅速就被苏念和摆平，难怪她能当100亿女总裁。一顿饭总算有惊无险的吃完，看到苏念和家人离开时候笑盈盈的模样，我就知道今天还算是过关。回到家时并没有人出来迎接，正当我好奇之时，苏念和的声音响起：刘姨和王叔今天休息放假，我让他们回去了。我听了这话才明白了过来。我先去洗个澡，我外面有几个快递，你拿进来帮我拆开。我看到门口专放快递的地方放着10多个快递，我将快递拿进来一一拆开，等拆到最后一个快递，隐隐感觉有些不对劲。我去，我赶紧将情趣服给藏了起来。我将快递垃圾收拾好，扔到外面垃圾桶。等回来后，就看到苏念和裹着浴巾走了出来，她在翻找着快递。我上前去问道：你找什么？我帮你。苏念和忽然抬眸盯着我，有一件快递不见了，你看到了没？什么快递？你说的该不会是这个吧？苏念和脸上浮现一丝红晕。没错，就是这个，你快去洗漱一下，我去房间换好这个等你。我没听错吧？那个，你换好这个，在房间等我做什么？苏念和却忽然说道：我不是答应我爸妈爷爷奶奶了吗？给他们抱孙子重孙了吗？这就是100亿女总裁的超强执行力吗？苏念和眨了眨漂亮的眸子。怎么不愿意？不是，你不怕后悔吗？我们的婚约期限可只有半年。我从来没想过这半年里会和苏念和发生点什么，毕竟我和他结婚纯粹是为了钱。就算只有半年，你也得履行丈夫的义务吧。我突然想到网上的一个梗，去父留子。不过以他的条件，就算孩子没有爸爸，也没啥影响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去洗澡啊！苏念和催促了一句，我拿着浴袍进了浴室，快速冲了个澡。说实话，我还是挺紧张的。走出浴室时，苏念和已经打开了房间的氛围灯，我甚至能闻到一股淡淡的香水味。我一个大男人哪能经得住这样的诱惑？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我每天除了打游戏、吃饭、睡觉，没有其他事情可做。我以前总想着躺平，躺平之后才发现这样的生活实在无趣。于是我打算去上班。早上，苏念和去上班后，我也跟着出门了。我到了事先联系好的那家公司，面试官看过我的简历后直摇头：顾先生，不好意思，你可能不太适合我们的岗位。以你的简历，我们公司保洁员的业务能力可能都比你强。有他这么羞辱人的吗？我拿回简历，愤然起身：不合适就不合适，没必要侮辱人。说完，我转身就走。回到家里，我连打游戏的心情都没有了。难道我真这么差劲？晚上，苏念和回到家，不知道他从哪得来的消息，知道我出去找工作了。是我1个月给钱的不够。苏念和盯着我，语气似乎有些不太高兴。我连连摇头：不是，我只是觉得每天在家无所事事，太无聊了，所以想出去找份工作。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？还是说你看不上我的公司？苏念和皱着眉头，可爱的让人受不了。我撇了撇嘴：你不怕被外人知道我们的关系吗？听你这话的意思，你很怕被外人知道我们的关系。苏念和突然凑近我：你是不是外面有狗了？哪有？你可别冤枉我，我这人很有职业道德的好吧？在我们关系没有结束之前，肯定不会乱来的。我哪里敢背着金主爸爸做对不起他的事情？苏念和往后退了一步，盯着我说：既然你想上班，那从明天开始当我的私人助理，工资另算。工资另算，也就是说我每个月除了固定的20W，还有额外的工资可以拿，这也太爽了吧！好脸，苏老婆，今天累了吧？我给你捏捏肩。我殷勤地给苏念和捏起了肩膀。明天去人事部报道。好，老公收到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和苏念和一起去了公司。不过到公司附近，我就下了车。我不想让公司里的人知道我和苏念和的关系。下车的时候，苏念和似乎有点不高兴。到了公司，我直接去人事部报道。所有流程下来都挺顺利的。当了苏念和的助理后，我才知道他每天有多忙，有时候晚上要加班到11、2点，还得出差。上了半个月的班，我觉得还是躺平比较舒服。这天晚上，苏念和让我陪他一起去个饭局。到了酒店后，我竟意外地碰到了那天的面试官，好像是叫什么段梅。坐在他身边的老男人，正是苏念和谈合作的对象周海。苏总，你来了。周海笑眯眯地对苏念和说道：周总，久等了。我赶紧替苏念和拉开椅子，然后跟着坐了下来。坐在我对面的段梅用一种很嫌弃的眼神看着我。苏念和很快发现了段梅的举动，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们。段经理，你似乎对我的助理很感兴趣。我只是比较好奇，苏总为什么会招像顾深这种履历一般的人当助理？段梅语气平淡地说道：像他这种履历，连进我们公司的资格都没有。你的意思是我老婆眼光不如你？我率先开口反问了一句。他当着苏念和的面说这话，不就是间接贬低苏念和？段梅脸色一变：你说什么？我要是没有记错的话，苏总还是单身。我1个月之前确实单身，但现在已婚。苏念和起身，淡淡的看了周海一眼。周总，贵公司的眼光太高，我觉得这次的合作就没必要谈了。苏总，我是很有诚意跟你们公司合作的。周海急了，白了段梅一眼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和顾助理道歉。段梅不甘地瞪了我一眼，不情不愿地开口：顾助理，对不起，之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
看到他一副生气又拿我无可奈何的样子，我心里暗爽，有个有身份的老婆撑腰真好。段经理，你还得继续努力啊！老婆，我们走。我拉着苏念和的手就要走。顾深，你什么意思？我不是已经道歉了吗？段梅的声音陡然提高，我回头看着他。我老婆不是说了，你们公司眼光太高，我们公司恐怕入不了你们的眼。段经理，你还是另找更大的公司合作吧。段梅气得脸都红了。你一个软饭男，有什么好得意的？你给我闭嘴！好好的合作都被你搞砸了，你明天就给我卷铺盖走人！周海撂下话后，还想挽留这次的合作，但苏念和离开的决绝根本就不给他机会。回到车里，我小心翼翼地开口：“老婆，你不会怪我搞砸了你的生意吧？”为什么要怪你？我本来就没有看上周海的公司，来之前还想着怎么拒绝他们。你可是帮了我一个大忙。说着，苏念和在我脸上亲了一口，我愣在原地。他既然没有看上周海的公司，那为什么还要答应去吃饭？除非在想什么呢？我一本正经地看着他。老婆，你是不是因为我才答应周海吃饭的？你还挺聪明的嘛。在我的追问之下，才知道原来我去周海公司面试那天，他刚好派了人去周海公司视察，我被段梅羞辱的那一顿被他派去的人拍了下来，所以他今晚上就是为了给我出气。唉，得其如此，夫复何求啊！我们只是临时夫妻，值得你这样做吗？苏念和凑到我耳边小声说：“就算是临时夫妻，那你也是我的人，我可不允许别人欺负我的人。晚上回去知道该怎么报答我吧。”听到这话，我脸刷一下红了，怎么感觉他比我还色呢？回到家洗完澡，苏念和迫不及待地将我按在墙上。这2天是我的那个，几率很大的，你可不能偷懒啊！劳累一夜过后，等我醒来，苏念和已经不在了。我打开手机，发现他给我发了消息：“昨天晚上辛苦了，给你放1天假。”我刚想睡个回笼觉，我妈突然打电话过来，我不用问就知道她打来的目的。顾深，你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上次给你介绍的那个女孩子，你为什么没有加她？哎呦，你这是想让老顾家绝后呀？我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。妈，我已经结婚了。啊，什么时候的事？你对象是男的还是女的？放心，是女的，而且长得很漂亮。好好好，长得好不好看无所谓，只要是女的就行。我妈重重地松了口气。那明天带回来让我和你爸看看，就这么说定了啊！你可别想着找借口拒绝我。说完，我妈就挂了电话，根本不给我开口的机会。没办法的，我只能找苏念和。老婆，你也辛苦了，中午想吃什么，我给你做。我给苏念和发了消息，很快他就回复我了。我想吃鱼。好，我立马起床上菜市场买鱼。做好之后，亲自送去了他的公司。这鱼真是你做的？我点了点头。味道怎么样？好吃。没想到你厨艺这么好。苏念和冲我笑了笑。其实我以前也不会做饭，但自从出来工作后，被迫就学着做了。没想到今天还能派上这样的用场。我看着苏念和，不知道该怎么跟他开口。苏念和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。你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说？你怎么知道？你这心思都写在脸上了，我能不知道吗？那个，我妈想让我带你回去吃个饭，如果你不想去的话，也没事的，到时候我找个理由回绝我妈就行了。其实我心里不抱什么希望，结果没想到她答应下来。真的吗？我们现在是合法夫妻，你带我见家长，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我竟然在苏念和脸上看到了一丝窃喜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她能陪我一起回去应付我妈，以后我就不用3天2头被我妈催婚了。第2天，苏念和准备了很多补品带去我家，搞得我都有些不好意思。我见她家长的时候都没有准备那么多，我妈一看到苏念和就高兴得合不拢嘴。哎呦，这闺女长得真标致呀！小申，你真是走狗屎运了。妈，这是我给你和爸买的补品，一点心意，还希望你们喜欢。苏念和将手中的补品递给了我妈拉着苏念和坐下。念念啊，你先坐会，妈再去炒2个菜。我妈进厨房后，苏念和便拉着我说：“带我去你房间看看呗。”我带着苏念和去了我房间，房间不大，但是整理得很干净整齐。她在房间里转了一圈，突然问我：“那张画呢？”我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。你救的那个落水小女孩，不是送了你一幅画吗？苏念和的话倒是提醒了我，12岁那年，我确实救过一个小女孩。那年的暑假，我在姥姥家过的，夏天很热，我和小伙伴都喜欢去河边玩水。有次我们去玩水的时候，有个小女孩落到了水里。其实那里的水不是很深，但对于小孩子来说还挺深的。小伙伴们都不敢上去救人，都跑回去喊大人了。我怕等他们回来，小女孩可能已经溺死了，就拿着游泳圈跳到水里将小女孩拉了上来。之后的小女孩就送了我一幅画，还说等她长大以后会报答我。那会儿的我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，我将藏在箱子里的那幅画拿了出来，递给苏念和。突然间发现她的眉眼和当年那个小女孩很像。你不会就是当年那个落水的小女孩吧？你到现在才认出来吗？苏念和看着那幅画，这画你保存的还挺好。我很是震惊。你是怎么认出我的？说起来，我们已经10几年没有见过面了。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，我就认出你了，你那双眼睛和小时候一模一样。苏念和盯着我的眼睛说道。所以他真的回来报答我了，还是以身相许的。
那种。我挑了挑眉，那你和我结婚，不会就是为了报答我吧？傻瓜，苏念和轻轻戳了我脑门一下，然后走了出来。啊，他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吃饭的时候，我妈一个劲的给苏念和夹菜。念念，你太瘦了，多吃点，以后可以给我们老顾家多生几个孩子。妈，你们这才第一次见面呢。我怕苏念和会反感，苏念和反倒是笑着回应。妈，我和顾深已经在备孕了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也想多生几个。我瞪了瞪眼睛，匪夷所思地看着苏念和。苏念和夹了一块肉递到我嘴边，你也多吃点，到时候还得靠你呢。我妈笑的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。顾深，老顾家能不能兴旺，就看你了。这等美差，我哪有拒绝的理由？吃完饭，我和苏念和就赶回去了。坐了几个小时的车，我躺在床上就想睡觉，苏念和却是兴致勃勃地凑了过来。老婆，要不咱们先休息？不行，照这速度，咱们什么时候能怀上孩子？1个月后，苏念和顺利怀孕，我们的半年之期已经过去一半了。我忍不住试探，老婆，半年以后我们能不能不离婚？苏念和淡然一笑，你不会到现在都还以为我会跟你离婚吧？我要是跟你离婚了，还怎么多生几个孩子？那我以后岂不是可以一直躺平了？你想什么呢？以后你还得照顾孩子呢。